1971年11月24日，感恩节前夜，一架从波特兰飞往西雅图的客机刚起飞，后排有个男人对位空乘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了炸弹，我要20万元现金，还有4个降落伞。”等下，降落伞？他不想正常下飞机，他是准备从飞机上跳下去。这不是冒险故事，这是一次真实劫机。飞机上的乘客、空乘和机组当时都处在真实危险里。这个男人后来在西雅图拿到钱和伞，释放乘客，让飞机重新起飞，然后在夜色里从波音727的后部舷梯离开了飞机。飞机后来落地，雷诺、库珀不在机上，大部分钱、主伞和尸体都没有找。所以他是从飞机上跳下去的，那至少应该有个落点吧？这就是迪比库珀案最难受的地方。联邦调查局查了45年，最能把谜团盯住的不是人。那是什么？是一条领带，还有8年后出现在河边的一小部分现金。我们今天叫他迪比库珀，但他买票的时候用的名字其实是丹库珀。所以迪比不是他本人认证的。不是，迪比库珀这个名字是后来媒体误传出来的。这案子离谱到什么程度？连名字都不是自己起的。对，而且这个误会后来变成了美国犯罪史上最有名的名字之一。联邦调查局后来的案件代号叫诺杰克，但大众记住的还是迪比库珀。空乘描述他大概是中年白人男性，西装、白衬衫、黑色领带。从目击描述看，他当时表现得相对平静。这个反而更吓人，不是失痛乱来，更像提前想过。但注意，表现平静不等于专业。这件事后面会反过来咬住整个案子。1971年12月24日下午，感恩节前一天，库珀登上西北东方航空305航班，听起来就是普通短途线。对，波特兰飞西雅图。他坐在后排，点了一杯酒，然后把一张纸条停给空乘弗罗伦斯·沙夫纳。纸条这种东西一般都不是好消息。一开始，他可能以为这只是普通纸条，直到他看到内容。对，纸条不是搭讪，是威胁。库珀让他靠近，打开公文包，暗示里面是大弹，这不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威胁。因为当时没人知道那是真是假。缉毒只能按最坏情况处理。那他具体要什么？他要20万元现金，指定20美元纸币，还要4个降落伞。4个？他以为自己带团跳伞吗？这很可能是一种威胁，因为4个伞会让警方考虑人质风险，所以不能随便拿一个不能用的伞糊弄他。对，这说明他有一定反侦查意识，但这还不能证明他是完美计划者。飞机降落西雅图后，乘客被释放，赎金和伞被交给库珀，但几名缉毒人员还留在飞机上。然后库珀让飞机重新起飞。这时候最吓人的不是他拿到钱，是事情还没结束。真正的谜团就是第2段飞行开始以后。这架飞机是波音727，它有一个对本案很关键的结构——后部舷梯。后部舷梯，也就是从机尾附近往下打开的楼梯。飞机后面还能开门。在那个年代的727上可以，而且库珀显然知道这个结构，他要求飞机按照他指定的一些飞行条件继续往南飞。库珀要飞机继续向南飞，速度要低，高度也要低。所以他是在给后舷梯留条件。对，他知道波音727能从机尾离开，但这不能证明他懂跳伞。飞机从西雅图再次起飞后，机组在前面，库珀在后面。过了一趟时间，驾驶舱看到后舷梯指示灯亮了，这表示舷梯被打开。后来机鼓感觉到了飞机有一次明显震动，根据机组回忆和后续地面测试推断，那次震动可能对应库珀离开飞机的时机。也就是说，没人真的看到他跳。对，他们没有看到他跳，也没有看到他落地，他们只知道飞机到雷诺后，库珀不在机上。很多讲法会把迪比库珀讲得很专业，好像他把飞机、警方和路线都算好了。但联邦调查局旧资料里有一个相反判断，他可能不像经验丰富的跳伞者。怎么又翻滚了？他都敢从飞机上跳了。敢跳不等于会跳。夜里天气不好，下面可能是树林、河流和边缘野外。他没有专业跳伞装备，还带着一大袋现金。这不是普通跳伞，这是同时踩了所有雷，还自载负重。而且伞具这件事也很奇怪。联邦调查局办案人员也根据他挑选和处理降落伞的方式判断，他不像熟练跳伞者，所以他知道怎么离机，但不一定知道怎么安全落地。对，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第一层反差。
他不是随机乱来，但也不是无懈可击，所以不能简单说他一定死了，也不能说他一定逃了，我们只能说条件非常差，而他的一些选择看起来并不专业。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他只是一个人从飞机上跳下去后失踪的案子。但1980年，也就是劫机8年多以后，8岁的布莱恩·英格拉姆在哥伦比亚河边发现了一些旧钞票，不会就是那20万吧？一小部分，大约5800美元，谢列号能对上库珀的赎金。这就很怪，人没找到，钱自己冒出来了。对，这笔钱证明至少有一部分赎金没有被花掉，但他没有直接证明库珀跳在哪里，也没有证明他活着还是死了。钱不能说话，但他很会添乱。没错，他可能被水柳带来，也可能后来被人放过去，也可能和河道书信泥沙侵补有关。但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只说明一件事：钱出现了，答案没有出现。所以这条河知道的，可能比联邦调查局还多。迪比库珀案最折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每个证据都像答案，但每个答案都缺最后一块。飞机降落雷诺后，库珀留下了一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条黑色领带，它后来成了核心物证之一。联邦调查局从上面提取过异常物质，也研究过微粒。领带，我只是上班配饰，怎么突然进联邦调查局档案了？但这里要刹车。领带经过很多人处理，遗碳物质样本不一定只属于库珀，也就是说，他有就职，但不能一锤定音。对，后来还有一些科学调查，比如领带上的微粒，有人认为这可能指向某些工业、航空或注泄液环境，但它仍然不是身份结论。这就像在一件被很多人碰过的物品上找身份痕迹。只能说库珀可能接触过某些材料或工作环境。这就像在一件被很多人碰过的物质痕迹。对，还不能确定哪些痕迹一定属于他。除了领带，还有很多嫌疑人理论，比如小理查德·弗洛伊德·麦考伊，他在1972年实施过相似劫机，但相似不等于同一个人。联邦调查局处理过麦考伊的独立劫机案，但没有确认他就是库珀。所以嫌疑人很多，但没有一个能真正盖章。对，这也是这个案子能持续这么多年的原因。线索很多，但没有一条能走到终点。还有一个很适合故事，但不能当结论的线索。联邦调查局2009年资料里提到过，丹·库珀这个名字可能和一套法语漫画有关。漫画主角也是飞行员，也叫丹·库珀。所以他可能不是随便起名，他可能是漫画粉。有这个可能，但也可能只是巧合。这个理论能解释名字来源，但不能告诉我们他是谁。香包鱼找到了头像来源，但账号主人还是没找到。对，真实调查里，这只能提供方向，不能提供身份。2016年，联邦调查局做了一个决定，把迪比库珀案的主动调查资源转向其他优先事项。所以案子关闭了。不能这么说，更准确地说，是联邦调查局不再大量主动追查。但如果有人提供具体物证，比如降落伞或赎金相关东西，他们仍然接受。就是不在大海捞针，但你真捞到针，可以拿过来。差不多，这也说明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案子再有名，资源也不是无限的。45年都没有走到终点，调查机关必须做取舍。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停止，近年仍有没老强被曝新的降落伞线索，还牵扯到麦考伊家族相关材料。但公开方面，联邦调查局没有确认这就是库珀案证据，也没有确认麦考伊就是迪比库珀。所以这一段只能放在待核实后续。对，不能把未经确认的新闻直接说成破案。库珀的结局有几种可能：第一种，他当晚跳伞后死亡，但尸体、降落伞和钱袋都没有被找到；第二，他活下来了，却没法公开使用那些被记录熄灭号的钱；第三，河边的钱经历了2次起谜，不直接等于跳点；第四，身份线索可能藏在职业背景里。这就像每条路都能走2步，然后全断了。对，没有哪一条能单独定案。那这个案子最折磨人的地方，不是没有证据，是证据都差一步。对，飞机告诉我们他可能怎么离开。钱、领带和联邦调查局文件间告诉，但是中间那个人始终空着。所以他不是传奇英雄。
他是一个把很多人置于危险中的罪犯。只是这个谜团太会抢镜了。对，我们可以研究谜团，但不能把犯罪讲成传说。真正吸引人的不是计划有多漂亮，而是看似周密的计划，最后只剩一堆不完整的证据。一架飞机、一条领带、一段河岸、一小部分钱和一个被叫错的名字。这名字还不是本人认证。对，所以你说，如果哪真有新的物证出现，我们到底在找底比库珀，还是买票的单库珀？如果能想象另一个证据都在人却消失的案子凭空上这起玛丽塞莱斯特号，那不是沉船，船还在，货还在，但人全没了。点过去看那一集，有些谜案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没有证据，是证据太多，答案还是没有。